官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腰疼已成为一种流行病。国际学术期刊《柳叶刀》发文表示，全球约有 5.4 亿人备受腰痛困扰。从1990年到2015年，全球腰痛患者比例增加了 54%， 由此导致的伤残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。在美国，每年约有540万人因患上脊椎病而出现腰痛。在英国，每1000名男性每年因腰痛而不能工作的天数高达627天，女性为347天。在亚洲、非洲和中东地区，腰痛越来越常见，发病速度甚至超过美、英等高收入国家。在中国，80%以上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腰痛经历。数据显示，中国腰椎病患者已突破2亿。骨科医生指出，腰椎间盘突出常被认为是老年病，但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一些30岁的人腰龄已经50岁。全面检查后才发现，腰椎已经提前退化或腰间盘突出。腰龄加速蜕变，腰痛年轻化的现象也日益严重。40岁以下人群中，40%以上有腰椎病，更有部分人可以说是20-30岁的人，50-60岁的腰。年轻人患腰椎病增多，大多和坏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。研究表明，人平躺时，腰椎间盘承载的压力最小，站着时次之，而坐姿时腰椎承受的压力比站立时高出4到5倍。办公室一族的坐姿多是耸肩、含胸，身体前倾，大大加重了脊柱，尤其是腰椎的负担。长期如此，腰椎间盘就会经历3个阶段，开始慢慢损坏。第一阶段，由于长期的不良姿势和疲劳损伤，腰椎椎体间的椎间盘应力增大，导致椎间盘随合后凸、膨出、突出。第二阶段，甚至椎间盘破裂，随合脱出，压迫硬脊膜囊、神经根，出现腰腿疼痛、麻木、下肢无力。第三阶段，严重者可伴肌肉瘫痪、大小便失禁等症状。腰痛是一种症状，可能有很多原因引起，导致腰痛的原因是交叉复杂的，超重肥胖、活动少、吸烟等都会增加腰痛风险。最常见的原因有以下3种：一、腰部疾病，腰间盘突出、腰椎管狭窄、腰椎滑脱等腰部疾病，让神经受压，出现腰痛及下肢放射痛。二、其他疾病，恶性肿瘤、脊柱畸形或脊髓损伤等导致的腰痛也较多。妇科、泌尿科炎症可能引起腰痛。三、臀部肌肉牵连腰椎，作为连接身体上下部分的关键，腰部负荷相当大，而一些引起腰痛的原因，病根可能并不在腰上，而是跟你的臀部肌肉有关系，对症下药才能更有效地缓解腰痛。美国生理学杂志《细胞生理学》刊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，长时间久坐会导致臀部变大，脂肪堆积增加 50%， 久坐会让臀部肌肉变得松弛下垂，轮廓扁平。臀部得不到锻炼，肌肉力量不足，会影响到和骨关节相连的骨盆，使骨盆不稳、前倾，腰椎曲度增加，出现腰疼，引起腰臀部及下肢疼痛、麻木、痉挛、无力等症状。臀部是人体躯干与下肢的交通枢纽，肌肉丰厚，对盆腔内脏器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，如久坐、缺少运动、翘二郎腿等，会使臀部循环不畅，给盆腔造成不良影响。盆腔内脏器如出现病变，也会反向影响下肢循环。臀肌得不到锻炼，其周围臀大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等的活力会逐渐下降，不但影响美观，力量也会被大大削弱。臀肌无力，下肢的稳定性变差，腰椎、髋部、脚踝等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，
无形中增加了运动损伤风险，甚至继发一些疾病。接下来小关给大家推荐一个臀部肌肉静态拉伸的动作，坚持锻炼3周，能明显缓解因臀部肌肉导致的腰痛。1. 盘腿坐，一条腿弯曲，另一条腿笔直向后伸展，此时用手撑住前腿，防止前腿移动。2. 接着上半身笔直向前倾倒，保持10秒，接着换腿重复动作，左右各10秒为1组，每日3组。此外，练好下面3个动作，也可矫正臀肌和骨盆，让腰部更有力量。1. 后踢腿，一条腿跪立，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双手支撑地面，另一条腿向后上方举，尽可能抬高，让臀部肌肉静力性收缩，保持10秒后放松，重复5到10次，换另一条腿做。2. 小飞燕，俯卧于地面或硬板床上，以腰部作为支点，双手置于身体两侧，用力同时抬起头和双脚，做到最大幅度时维持5秒，每日做2次，每次3组，每组15个，可以拉伸腰背部及大腿根部紧张的肌肉，增强局部肌肉力量和韧带强度。3. 臀部画八，站直收紧腰部和腹部，然后用腰带动胯部绕八字形，尽量保持大腿、膝盖处于直立状态。这个动作可以练习腰、腹、大腿的肌肉，尤其能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。在做好养生操的同时，还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。1. 半躺玩手机，半卧位时，腰椎会因缺乏足够的支撑，导致原有的弧度发生改变，让椎间盘所受重力不断增大，诱发椎间盘蜕变突出。2. 穿不对鞋，穿细高跟走路时，身体会前倾，背部弧度增加，而无跟鞋、平底鞋、人字拖同样糟糕，没有减震缓冲或足弓的支撑，会使步态不稳，体重无法平均分布在脊柱，增加椎间盘受损风险。研究表明，需要长时间行走或站立时，最好选择有2厘米跟的鞋子。3. 不控制体重，过大的体重会增加脊椎负荷，对腰椎和骶骨之间的部位产生更大负荷。4. 运动不当，坚持运动是好事，但运动方式不当，则会导致脊柱变形，腰部承受压力过大，出现腰椎间盘突出。建议每天运动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左右，并加强背部拉伸运动。5. 腰部受凉，寒冷或潮湿可引起腰部小血管收缩，肌肉痉挛，使椎间盘压力增加。冬天一定要加强腰部保暖，腰痛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加个护腰。6. 过度按摩，按摩的确能对腰部疾患有所缓解，但频繁按摩会加速腰关节磨损，令其变得异常脆弱。一般情况下，半个月按摩1次即可，最好找专业按摩医生。7. 床垫太软，床垫过硬过软都会影响脊柱的正常弯曲度，使肌肉纤维会一直处在紧绷状态，一旦剧烈活动，就会发生急性腰椎间盘突出。床垫的软硬度以躺在上面腰部没有明显下陷最为适宜。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下列运动有助于养护腰椎。1. 健步走，走路可以锻炼腰、臀及下肢的肌肉力量，增强四肢与躯干运动的协调性，保持腰椎的生理曲度。走路时应尽量挺胸收腹，脚掌先着地，由脚掌过渡到脚尖，缓冲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压力。鞋最好选择有减震功能的。2. 游泳，游泳可以锻炼腰背肌肉，尤其是蛙泳，脊椎不承受纵向压力，在不断换气过程中，腰椎和颈椎肌肉不断运动，肌肉得到锻炼和加强。长期游泳对增进腰肌、改善腰间盘突出都很有帮助，建议量力而行，1周游泳2次以上。近年来，20到40岁长期伏案工作的白领患腰椎间盘突出的比例明显增加，几乎占到患病人群1半以上。白领
银行职员、司机都是疾病重灾区。长期伏案的人要调整好自己的桌椅高度、电脑位置，保持脊柱正直，保持头、颈、胸的正常生理曲线，选一个好靠垫，并要有一定的硬度，让腰椎有依靠，不悬空。每隔45分钟起身走走，不要保持一个姿势过久。已经有腰椎问题的人避免用转椅，选择稳定、四脚着地的椅子。日常对腰臀的保护也十分关键，通过游泳、骑车等有氧运动能加强腹部、腰部和心肌群的力量。注意减少烟酒，健康饮食，控制体重，别让脂肪过多堆积在臀部和大腿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